Maribel Ramos has been missing since last Thursday, and friends say this is really out of character for the former Army sergeant. Right now, there are very few clues as to what happened to her, but police are saying her disappearance is considered suspicious. Hi, Orange Police. Hi, it's not an emergency, but I'm just like calling so that you guys know that if something happens, I did it because I was trying to defend myself. Why are you crying? Because I'm afraid. I'm not comfortable with him anymore. Honestly, I will fight for my life, and I swear I will kill him. 嗨，大家好吗？欢迎收听黑天鹅。2013年，加州城县一名退伍军人拨通911，他说他觉得自己有危险，所以提前告知警方，他可能会为了自我防卫做出最坏的选择。电话里，他虽然在哭，但语气依然透露着坚强。然而2周后，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说他跟男人跑了，也有人说他绝对不会一声不吭地搞失联。因此，前男友、现任男友、室友，甚至是网友，都成了这场寻人马拉松的焦点。这位亲友们公认的大姐大究竟在害怕谁？她诡异的失踪背后又藏着什么样骇人的秘密？让我们从1976年说起。1976年 Maribel Ramos 跟随着家人从墨西哥来到美国加州圣安娜。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她有一个小7岁的妹妹，因此她很早就扛起家里的担子，在妈妈忙工作的时候负责打理自己和妹妹的起居。没有金汤匙，生活的道路就要靠自己的双手争取，这道理 Maribel 比谁都要明白。她想上大学，她想当警察，她想要成为妹妹的榜样，可是要做到这些，她就需要钱。于是在2001年，他毅然决然加入军队，打算在为国效力的同时，用稳定的薪水为自己和家人铺出一条通往更好生活的路。然而才仅仅1个月的时间， Maribel 的计划就出现巨变。911事件除了让刚入伍的他立即面临一场战争，也开启他在伊拉克长达8年的驻军生活。这8年的时间，负责后勤运输的 Maribel 在单位里升上中士，还执行超过160个任务。她并不惧怕烽火，也不曾因为危险退却，但一次失去同袍的痛，让她患上创伤症候群。每个晚上，身为幸存者的罪恶感都会侵入她的梦，导致她夜不成眠，日无安宁。从小独立的个性，加上这些年军旅生涯磨出来的强悍，让 Maribel 选择把一切挣扎都留给自己承担。她没有跟妈妈或妹妹倾诉自己的伤痛，只是一个人默默退伍回到家乡。当时她和同是军人的男友 Chris 住在一起，但由于男友对她返回学校读书的选择并不支持，最后2人分手，而 Maribel 则搬回家跟妈妈住。离开军队，离开男友， Maribel 翻开了人生的新篇章。他进入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主修刑事司法，学业之余，他也在学校的退伍军人资源中心工作。他常在活动和小组分享自己的创伤和挣扎，希望透过辅导和陪伴，帮助同为退伍军人或是军人眷属的同学走出阴霾。24岁从军打仗，32岁读大学， Maribel 的人生真的就像海波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入学不到2个月，Maribel 的妈妈被诊断罹患癌症，要边读书边照顾卧床的妈妈肯定非常辛苦，但对 Maribel 来说，她更害怕再次失去亲人。遗憾的是， Maribel 才刚要起步的人生第2章，还是被迫以妈妈的病逝起头。从妈妈发病到离开，仅相隔短短3个月，但这90多天足以让 Maribel 又一次从煎熬坠落到崩溃的谷底。故事说到这边，通常是电影角色要演她一蹶不振的时候了，但 Maribel 没有。为了她的妹妹，为了把她当英雄崇拜的侄女，她很快又振作起来。不用驻点海外的好处是，除了读书以外的时间， Maribel 都能跟自己的亲友在一起。她每日就在学校、资源中心、垒球场和侄女家往返，这规律的生活让她忙得很幸福。妈妈过世后3年，也就是2012年，Maribel 在城市东玫瑰大道上租了一间2房的公寓。因为希望有人可以一起分担房租，她便在分类广告网站征室友，而她的帖子很快就得到回复。回文的人是同样身为移民后代的韩裔化学工程师，53岁的 Kwang Cho Joy， 大家都叫他 Casey。由于2人的作息相近，又都有养狗，
Maribel 跟他是一拍即合。有个处得融洽的室友已经让生活轻松很多，更何况 Casey 还能跟 Maribel 的家人打成一片。他时不时会陪 Maribel 的侄女写作业，偶尔甚至还担任侄女的家教，这让 Maribel 的家人非常感动。那一年 Maribel 寻得一位佛心室友，接下来又在交友网站认识了新对象 Paul。学业人缘两得意的他，在外人看来总算是熬到了人生的柳暗花明。可谁都没有料到，这样的幸福仅持续了1年半就戛然而止。Orange Police Dispatcher Rose. Oh, this is not an emergency, and I have a roommate. She's 36 years old, and she didn't come home last night. Okay, did you want to make a missing person report? Is that what you're wanting to do? Yeah. 2013年5月3号礼拜五早上大约10点40分 ，Casey 拨通了911，并告诉派遣员室友 Maribel 昨晚没有回家。他说 Maribel 今早在学校有课，然后通常他下课之后就会回来，不然至少会打通电话。可是从昨晚到现在，他完全没有 Maribel 的消息。由于很担心 Maribel 是不是出了事，因此他决定报警。Casey 同时也传了简讯给 Maribel 的妹妹，说 Maribel 整夜没回家，不知道是去了哪里。但对于 Casey 的担忧，妹妹的回应反倒是有些冷淡。她说姐姐好歹已经是个大人，做什么去哪里实在不需要事事向室友报备的吧。她觉得 Casey 真的反应过度了。然而当天傍晚，妹妹再次接到表亲的电话，说约好要跟他们打垒球的 Maribel 没来。他们觉得很奇怪，因为 Maribel 从来没有这样过。表亲说他已经通知警察，要妹妹现在也出发姐姐家。他说他们一定要搞清楚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妹妹跟家人赶到的时候， Maribel 的公寓里已经站满警察。警员表示刚才他们是破门进来的，当时屋子里面没人，也没有打斗的迹象。虽然没有看到 Maribel 的钱包跟手机，但 Maribel 的车子还在车道上，牙刷跟手提包也都在房间，感觉不像是出远门。妹妹一边听一边在跟姐姐的室友 Casey 联络，但 Casey 没有接电话。就在她要第 N 次按下拨号键的时候， Casey 出现了。他跟警察说他刚刚从外面回来，然后他早上就有报过案，也已经找 Maribel 找了一整天。此刻满头问号的全家人在 Maribel 的房间踱步，妹妹则是盯着姐姐凌乱的床铺看。她说事情真的不对，因为身为前军人的姐姐睡醒后一定会把床铺好，还有无缘无故失联、放鸟家人等等，都不是姐姐平时的作风。然而由于公寓没有外力侵入或任何犯罪的迹象，警方说他们接下来还要观察几天，但 Maribel 的家人不愿意干等，因此他们开始印传单，创建脸书专页，不断发文呼吁社区居民可以立即加入寻人的行列。手机掉了，有事情处理，或暂时不想跟外界联络，一个人可以有千百个理由突然失联，但自律到不行的 Maribel 竟然会错过自己在退伍军人感恩之夜的演讲。加上礼拜一他没去学校，没去资源中心工作，信用卡和银行户头也一点动静都没有。现在不止家人们焦虑，警方也开始怀疑 Maribel 有遭遇不测的可能。在 Maribel 缺席演讲的同天5月4号，警方就找来 Maribel 的现任男友 Paul 和室友 Casey 到警局协助调查。我们来听一下他们分别是怎么说的。 How long have you been dating her? It's been like maybe a few months. Nothing's been like exclusive. It's just been, dating. Okay. Yeah. You date other people too? Me, yeah. Okay. But you didn't see her on Thursday at all? 男友 Paul 表示，其实他跟 Maribel 也不算真的在一起。他很坦白地告诉警探，他还有其他的对象。而当警探问他，在 Maribel 失踪当时，也就是5月2号礼拜四那个晚上，他人在哪？他回答他在上班，然后他礼拜四整天都没有见到 Maribel。不过 Paul 提到，在他去工作之前，他的确有接到 Maribel 的电话。当时 Maribel 正因为室友不付房租又不愿意搬走的事情郁闷。Paul 说，他当时用扩音直接对室友发出最后通牒，警告他明天就包袱款款乖乖离开，不然等他下班回来，他会亲自去把他的东西丢到大街上。这位室友就是众人口中评价良好的 Casey， 只是他怎么听起来跟我们之前描述的大不相同。原来 Casey 在几个月前丢了工作，也已经拖欠房租快半年，然后 Maribel 3番2次要求他搬走，但他都一直赖着不搬。这件事情挺严重，可是当 Casey 踏着脚脚拖进到审讯室跟警探谈话时，他完全没有提起，
一直到警探质问他，在5月2号那个晚上，他跟 Maribel 是不是有争执，他才回答有。不过他坚称最后2人和平收场，各自回各自的房间。接着他说，他在晚间大约9点左右出门散心，等他回到家时 ，Maribel 就不见人影了。他认为 Maribel 要么是跟男友出去，不然就是被其他男人接走。Well, how bad did the argument get? Nothing bad. We talked. She talked to Paul and put Paul on a speakerphone. He said, Paul is my man. He's my boyfriend. I've been dating him since January or so he wants to move out. So the last time you saw her was somewhere around between 9 and 10? Well, around 9 o'clock. When I came back in, she was not here. So that's either Paul picked it up, some guy picked it up, somebody picked it up. 男友和室友现在互相指着鼻子，警察的眼睛也睁大大的在看。起先警方对于男友 Paul 过于无所谓的态度感到疑心，但审讯才进行到一半，室友 Casey 的怪异指数就已经冲破警局的天花板。首先，警方发现5月3号他们破门进到公寓搜查的当晚， Casey 其实一直都在现场，只是他把车子停在对街，并躲在后座，用望远镜观察着一切。警探们不解地问 Casey 为什么不出来帮忙开门，结果他回答，因为他在偷偷观察大局，想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会接近公寓。不仅如此，警探发现穿着 T 恤的 Casey 双臂都有很明显的抓痕。当被问起这些伤痕怎么来的， Casey 竟然说，他前几天去公园散步的时候，在池塘边看到树丛挂着钓鱼线，然后他为了保护池塘里的鸭子不被钓鱼线缠住，便伸手想去拆，结果一个脚滑，他整个人栽进树丛里，而这些刮伤就是他从树丛要爬出来的时候弄到的。这个爱与鸭子的故事虽然很瞎，但警探暂时无法反驳。他们知道如果要做出逮捕，他们还需要更多证据。于是他们开始深挖 Casey 的底细，想知道他跟 Maribel 除了房租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不和。但令他们惊讶的是，一张又一张的照片显示他俩的感情并不是不好，而是有点太好了。他们一起遛狗，一起吃饭看电影，一起去旅行。几乎每个快门下的 Casey 都亲密地搂着 Maribel， 像极了宠爱侄女过头的叔叔。Maribel 的妹妹告诉警方，几个月前 Casey 曾开门见山地说他想追 Maribel， 但 Maribel 表示他对 Casey 没感觉，加上2人的年纪差了将近20岁，他说他真的只能跟 Casey 当朋友。然而面对女方直白的拒绝， Casey 选择用努力代替放弃。为了女方的一句觉得有刺青的男人好看，他就去在手臂上刺了一只大大的孟加拉虎。为了让外貌看起来更年轻，他舍弃了常穿的西装，换上 T 恤和球鞋，更豪值12000美金去拉皮去整形。为爱改变自己， Casey 甘心乐意，但他一厢情愿的付出，看在别人眼里只是满满的压力。警探推测 Maribel 早已有远离 Casey 的想法，加上他俩多次为了房租起冲突，更让 Casey 由爱生恨。而能进一步证实这番推论的，正是 Maribel 本人。Hi, Orange Boy. Okay, well, 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I have a roommate that should be leaving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We had a conversation today that he kind of freaked me out. I'm not feeling comfortable around him anymore. I'm feeling threatened.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Maribel. My name is... What's your last name, Maribel? Ramos Ariel. Okay. Why are you crying? Because I'm afraid. What? Your roommate? I'm not comfortable with him anymore. His full name is Kwan Cho, but what I understand is Kwan Cho Choi. I'm just calling so that you guys know that if something happens, I did it because I was trying to defend myself. 2013年4月26号，也就是 Maribel 失踪的前11天，他拨了911，并哭着对派遣员说，他很害怕室友 Casey， 但比起担心自己受伤，他更怕他会被迫出手夺取对方的性命。这也的确，一个身经百战的退伍军人对上中年工程师不太可能会输，但打完这通电话不到2周人就失联，这时间点未免也太凑巧。还有警方发现，在 Maribel 失踪前一晚4月2号，公寓的监视器于晚间8点18分还有拍到 Maribel 穿着睡衣走到公寓信箱投递要给房东的支票。
也就是说，公称自己9点才出门散步的 Casey 很可能才是最后跟 Maribel 在一起的人。而既然 Casey 一直在避重就轻，那就表示他知道的一定比他透露的更多。只是说办案不是零能的挑战，光靠猜的可不行。因此警方申请搜索票，暗地里对 Casey 进行跟监，想搞清楚他对 Maribel 的失踪究竟知道多少。起初 Casey 的表现还蛮正常，警探找他问问题，记者上门采访，他都全力配合。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怪就一直不断地从他的毛孔炸出来。5月13号，也就是 Maribel 失踪的第10天，亲友与网友们正在各社群平台踊跃讨论着案件的进度。其中 Yelp 的讨论串是特别引人注目，因为有网友好奇提问，想知道室友 Casey 是否已经接受过调查。没想到这则留言竟然调出了 Casey 本人回复。Casey 表示，前几天他就已经自愿提供 DNA 样本，也开放住处给警方搜证。他说他跟 Maribel 就像家人一样亲，因此每当想起他俩的种种，他就难过得无以复加。大部分的网友对于 Casey 的回复反应正面，但其中一名叫 Grant D 的网友则不怎么买单。他认为 Casey 使用过去式动词来谈论 Maribel 这事很不对劲，毕竟女方是失踪又不是挂了，为什么他把人家讲的好像已经不在了一样？该名网友的留言立即引发正反讨论，有人觉得他说的有理，有人觉得他在故意引战，毕竟吃瓜群众不嫌事大，没事就爱制造对立。后续原 po 出面感激 Casey 的说明，并询问他是否会去参加今晚为 Maribel 办的烛光晚会，然而 Casey 没有再回应。当晚的集会，我也不晓得 Casey 算不算有参加，因为他说他太伤心了，无法跟其他人聚在一起，所以他就一个人牵着狗狗坐在旁边的人行道上，远远地看着大家致辞和祈祷。烛光晚会才刚结束，亲友们接着再发起寻人践行活动。他们计划要在圣安娜西北边的彼得斯峡谷举海豹健走，持续将寻人的消息扩散出去。凑巧的是，在这个活动消息公布的同时，负责跟监的警探们也有了发现。首先 Casey 突然联络警方，说他想拿回他的私人硬碟。这个要求没什么毛病，只是在当时那个时间点显得很突兀，因为 Casey 所有的电子装置目前都作为证物在鉴识组那儿分析。那既然如此，他现在讨回硬碟要干嘛？要插在哪里？ Casey 解释道，他是要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然后图书馆那里有电脑，他可以免费租借没问题。警方听了同意让 Casey 把硬碟拿回去，但他们也早已经申请好搜索票，通知图书馆配合。现在 IT 人员和跟监的警探都在待命，就等 Casey 光临图书馆，亲自公布他急着用电脑的原因。进行活动前2天，5月16号 Casey 背着背包走进图书馆，接着他向柜台借了一台笔电，并找了个背能够靠墙的位置坐下。 Casey 或许是认为这样就不会有人偷看他的荧幕，但他没有料到他的电脑已经被装了远端操控程式，因此他在浏览什么网站，键盘打了什么字，跟监人员都看得一清二楚。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是 Casey 电脑的荧幕录影。一开始他回电子邮件啦，送履历，没什么异样，但接下来他在搜寻引擎打的东西就奇怪了，例如手机关机之后还可以被追踪吗？还有遗体腐烂要多久等等。正当警探们觉得这些问题很不对劲的时候，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看到 Casey 打开协寻 Maribel 的脸书专页，复制践行活动的地址，然后将它贴到 Google Map 上查看。他先是东南西北扫视了一下践行的路径，接着他切换到地图的另一侧，针对其中一个树丛放大再放大，就这么盯着一棵树看了好久。 Casey 在干嘛？那棵树又有什么含义？谁都不敢说死。但当 Casey 删除浏览记录踏出图书馆时，几位警探也正在往那棵树的坐标赶去。事到如今，他们害怕的不是一无所获，而是找到最坏的结果。Hola, buenos días. Me encuentro en el área de Mollesca Canyon sobre la calle Santiago Canyon Road, donde la policía de Orange continúa investigando esta zona montañosa, donde encontraron un cuerpo. 当天傍晚，搜索行动仅持续了45分钟，人员就在树丛附近的浅坑中寻获一具女性的遗体。受害者的上半身虽然被土掩埋，但双腿的腿骨已经从碎石堆中岔出。他的脸部遭到动物啃咬，双脚失踪，身体腐败毁损的程度之高，以致法医无法判断他的死因。
经过牙科记录比对，警方确认这名受害者就是失踪2周的 Maribel Ramos。是谁谋害了 Maribel 并把她带来这里？答案已经呼之欲出。拥有同样结论的警方也在隔天再次请室友 Casey 来到警局协助调查。他们真的想看看 Casey 会怎么解释这一切，因为除非他是未来人，或他阿公给他托梦，还是他去关落音，不然他是不可能会知道 Maribel 确切被埋在哪里的。然而面对警方的质问， Casey 一律以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回应，甚至反过来呛警探们是有什么证据可以指控他。当 Casey 翻脸起身走出审讯室的时候，拿着手铐的警探们已经准备好在门口迎接。拘捕当下，警探还在 Casey 身上搜出 Maribel 的狗牌。同一天2013年5月17号，坚决否认涉案的 Kwang Cho Casey Joy 正式被以1级谋杀罪名起诉。2014年7月8号 Casey 的庭审正式开始。检方提出，受害者 Maribel 的前男友、现任男友和本来要约见面的网友都有实质的不在场证明，因此 Casey 是唯一有时间和动机去伤害 Maribel 的人。他们认为 Casey 之所以会动手，是因为他得不到 Maribel 的爱。房租付不出来要被赶出去，的确是一个导火线，但真正让他爆发的原因是长期在他心里累积的醋意和愤怒。检察官推测，在口角发生当晚，也就是2013年5月2号那个晚上， Casey 是趁着 Maribel 在睡觉的时候进行偷袭。等处理好遗体后，隔天 Casey 再假装不知情，向家属和警方通报 Maribel 失踪。检方这边掌握了什么证据？影片稍早已经提过，因此现在我们直接来听听辩方如何反驳。 We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What kind of force was used? Nobody knows. Who used it first? Nobody knows. Was there a weapon used? Was it used by Maribel or was it used by Casey Joy? Nobody knows. 辩方律师表示，检察官提出的全是间接证据和猜测。本案没有指纹，没有 DNA， 没有手机讯号定位可以证明 Casey 到过弃尸地点。更何况连作案的凶器为何、Maribel 的死因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一口咬定 Casey 就是凶手？还有监视人员表示，他们无法判定 Casey 身上的伤痕确切从何而来，因此检方说的什么偷袭、什么打斗，充其量就是看图说故事。怎么知道人家不是为了救鸭子才栽进树丛里呢？的确，一个人看起来可疑，并不代表他有犯案，但 Google Map 上的那棵树和搜寻记录又要怎么解释？经过2周的审判，2014年7月22号下午1点半，陪审团得出了结论。他们判定 Casey Joy 1级谋杀罪名不成立，改以2级谋杀定罪。9月12号，在法官判刑前 ，Casey 把握最后的机会为自己的清白发声。他说，家属一直希望他道歉，但他不能道歉，因为人真的不是他杀的。I miss Maribel more than anyone. I think about it. I've been here about 440 days in the jail. Think about it almost every day. Maybe someday, tree will come up. Maybe I just die inside the prison. 最终，法官判 Casey Joy 15年至终身监禁。虽然 Maribel 的家属对此结果不甚满意，但他们仍很庆幸 Casey 将会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2013年5月26号，也就是 Maribel 的遗体寻获后1周，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举办了毕业典礼。那一天 ，Maribel 14岁的侄女坚强地走上台，代替阿姨领取毕业证书。台下的40多位亲友则举着 Maribel 的照片，希望她知道，即使她没办法来参加，所有人仍替她留了一个位置。在搜集资料时，我在纪录片中看到 Maribel 的妹妹接受访谈，主持人问她，如果姐姐还在，她想对姐姐说什么？而她这么回答 ：“Oh my God, I love her. That I love her. That I would do anything for her, and I would just love to grow old with her. Yeah, absolutely. One more hug.” Maribel 的遇害在她亲属心中挖了一个大洞，尤其想到凶手是他们曾经真心接纳过的人，那份痛苦就加倍煎熬。更令人难受的是，后续 Casey 在狱中不断地写信给法官与媒体，称自己遭到陷害。他甚至接受新闻采访，并在镜头前喊冤，说他积极协助办案，却成为代罪羔羊。他认为当时如果他跟辛普森一样有钱，请得起好一点的律师，现在他也不用被关。
Casey 还说他正在写书，而且书名已经想好了，叫《有罪推定的嫌疑犯》，内容主要讲述他的遭遇和人生故事。这本书什么时候会出版不知道，但到现在2024年10月 Casey 的假释申请都已经被拒绝2次了，他这本大作仍还没写好。未来我会持续关注 Casey 的动态，如果有任何更新，我会在社群发文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就结束了，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频道的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